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高阶数据等于高薪续约，这是我们高阶数据系列的第2期啊。在上一期高阶数据找大腿中，朋友们反响热烈，每条留言胖叔都看了。今天我们着重解决一个问题，足球到底能不能有高阶数据？要是根本不匹配，那咱们不是瞎耽误功夫吗？那的确，足球的高阶数据远远落后于棒球和篮球。正如很多朋友留言所说，足球更复杂，它既不是回合制，也没有高得分，实现高阶数据困难重重。但胖叔可以拍着胸脯说，审查人员拍胸脯不算擦边吧？那最近 B 站老是制裁我的视频，我都风声鹤唳了。1年360日，锋刀双剑严相逼，不是吞字幕就是吞弹幕。上个视频害得我删了重发，数据影响很大。咱们小频道要低调，就不拍胸脯。胖叔可以揉着胸脯说，高阶数据肯定早已渗透足球世界，只是跟股市一样，成熟的模型都是独门绝技，立身之本绝不外露，因此我们外界对高阶数据才知之甚少。那胖叔是学金融的，我们知道在股票市场刚兴起的时候，股票的估值体系也并不成熟，但正是嗅觉最灵敏的一小部分人锐意进取，才能捷足先登，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那这批研发出独门绝技的人，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是把自己的估值模型公开与全天下共勉吗？那当然是趁着大家还没发现，玩命挣钱，直到你挣得太多，被机构盯上了，那就挖人的挖人，复刻的复刻，这套模型被研究明白了，也就自然被市场淘汰了。最后呢，它就会被写进金融的教科书里，让同学们一起来学一学，看看20年前的赚钱方法都是啥样的。那放到足球世界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布伦特福德或者莱斯特城的经理，英超6强的年工资预算是你的4-5倍，你拿什么跟他们竞争？如果你因循守旧，老老实实的用跟6强一样的运营策略，那最终的工资排名就是联赛的排名。然而布伦特福德凭什么用英超保级的工资水平能够打出英超中游的排名呢？莱斯特又凭什么能奇迹夺冠呢？这难道真的就是靠一个神奇的主教练或者一个超级球探能够解释的吗？那拓展一下，为什么布伦特福德不搞青训，要搞 AB 队？阿森纳为什么会挖布伦特福德的定位球教练？还有切尔西为什么要挖布莱顿的全家？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请你预约胖叔的下期视频，高阶数据的以小博大。那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今天课程比较紧张，在聊高阶数据对俱乐部的影响之前，我们要先聊它对球员个人的影响。那进入正题之前，胖叔先插个话，之前阿莫林首秀，胖叔发状态信誓旦旦的说一定是一场大胜，赢不了我就续约那个特别贵的特效。那毕竟胖叔作为10几年的曼联老球迷，知道曼联球员的底线在哪，而事实也证明底线都是用来刷新的。曼联这批球员爆发力一流，持久力不行，开场90秒就达到高潮，剩下的90分钟就都是贤者模式，最终1-1和保级队握手言和。那毕竟是新阵型，第一次嘛，只坚持90秒很正常。那谁知道周中踢博德闪耀，坚持的还没有第一次久，60秒就射进了。射完之后，球员们大脑一片空白，被博德闪耀连进2球。有朋友会问，你少废话，你这特效到底买了还是没买？买了。想念刮风闪电、烟花和艺术字的朋友们，这个月你有福了。以前胖叔拿免费特效凑合，下雨都是这种效果。今时不同往日，一场瓢泼大雨送给各位。看了这个效果，就问你1个月200块钱值不值？弹幕刷不值的，你以后就看不到漂亮的烟花了。反正买个付费特效，接下来的视频特效会不会更好，胖叔不敢保证，但我敢保证的是特效肯定会更多。那希望喜欢胖叔的朋友都帮我点赞留言，一键3连，爱你。言归正传，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德布劳内是如何靠高阶数据涨薪续约曼城的。那德布劳内外号丁丁，这个不违规吧？丁丁应该是最早利用高阶数据续约谈判的球员了，这也为广大的足球运动员趟了一条新路。2021年的时候呢，德布劳内30岁，胖叔在以前的视频都提到过，绝大多数足球运动员在30岁之后伤病增多，竞技水平下降，身价也会大幅贬值。这个道理除了曼联，俱乐部都知道，曼城当然也知道，因此提供给丁丁的续约报价是一份降薪的合同。那你要是丁丁，你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传统的解决办法有2个。如果你是曼联球员，你可以突然全勤的踢完1个赛季，强势涨薪续约。如果你不是曼联球员，你也可以让经纪人放话说你要去曼联，同样是涨薪续约。但丁丁就是屌，另辟蹊径，甚至连经纪人都不要，只雇了个律师团队负责谈判，然后聘请了一家数据分析公司 Analytics FC， 我们就简称 AFC。丁丁的诉求很简单，第一，用高阶数据对比5大联赛同位置巨星的球场表现，看看我德布劳内还是不是一线巨星。
第二，给我的球场能力估个值，告诉曼城我还值不值得涨薪续约。面对丁丁的诉求呢 ，AFC 就建立了一个进攻贡献模型，对球员每场比赛的每一次触球进行一个赋值，看看每次触球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那很遗憾，这个模型的具体细节以及球员每次触球的数据 ，AFC 都没有公开。那这也不意外，这属于 AFC 人家吃饭的家伙。正如胖叔视频前面提到的，我们金融教科书里真正公开的那些估值模型，这都是市场已经淘汰的。但是 AFC 还是公布了2件事。第一，在这个2021的进攻贡献模型里，德布劳内排行第一。模型还预测了，如果德布劳内离开曼城而加入了别的豪门，曼城的欧冠夺冠概率会下降多少，而那几个特定豪门的欧冠夺冠概率又会增加多少。假定我们相信这个欧冠夺冠概率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计算与之相对应的商业价值。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考胖叔之前的视频，欧冠席位到底值多少钱。有朋友会说，你德布劳内雇佣的团队把你德布劳内排第一，这公信力应该打个问号吧？那的确啊，虽然号称独立第三方，但这个模型多有说服力呢？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知道的是，曼城管理层被说服了，最终给30岁的德布劳内涨薪续约。而曼城团队不像有些同行啊，还是很专业的，不好骗。而且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22到23赛季曼城也的确拿下了3冠王。虽然如今的丁丁伤病不断，没有摆脱30岁之后的下滑，但这个涨薪续约，相信没有人会觉得不值。而 AFC 公布的第2件事就更有意思了。虽然计算方法保密，但是 AFC 还是告诉了我们，仅次于德布劳内排第2的那名球员是谁。那大家可以猜一猜，2021年5大联赛在前场进攻贡献最大的球员，仅次于德布劳内的那个男人，他是谁？大家给我点个赞，我就公布答案啊！1、2、3，好，这个男人就是20到21赛季拿下16球20助攻的20岁多特蒙德天才少年 Jadon 桑乔。在德布劳内续约的那个夏天，桑乔也以创德甲身价的记录8000万转会曼联，曼彻斯特可谓是双喜临门，只不过这2个喜都是曼城的。说到底，不是曼联管理层无能，都是曼城军情七处太狡猾。顺水推舟，一箭双雕，有了高阶数据，留下了大腿丁丁，又帮助了桑乔督察潜伏曼联。曼彻斯特城，我得说你2句，你到底分不分得清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你跟曼联在这较什么劲儿啊？曼联能威胁你的3冠王吗？你何必赶尽杀绝呢？我们曼联管理层的确是业余，是容易上当，但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现在把我们曼联糟蹋完了，又去欺负什么切尔西、巴萨，马竞今年也上当了，阿森纳都快被渗透成柯南里的酒厂，你有能耐你卧底利物浦啊！你这个 Analytics FC 也是，你说好了是内部模型，你就做好保密工作，你没事漏一点，没事漏一点，你以为你是 B 站交友板块的主播吗？话说回来啊，德布劳内靠数据模型如愿高薪续约，只是高级数据渗透足球世界的一个缩影。AFC 还有一个成功案例，就是在孟菲斯德佩要转会离开曼联的时候，他委托了 AFC 建模分析，看看哪个球队适合他。那最后模型推荐了里昂，德佩也真的在里昂大杀四方，场均 0.5 球和 0.33 助攻，最终如愿转会巴萨。那可惜德佩可能嫌这个 AFC 太贵，没有续费，没有分析巴萨适不适合自己。所以说好的东西它贵是有理由的，你不能被价格蒙蔽了双眼，要知道1分钱1分货。你看看这声光电，这免费特效库能有吗？但是 AFC 也不是万能的呀，人家说了，我们这个模型呢需要球员的出勤率高，比赛记录越多，我们这个模型越准。听到这里，有朋友会担心，像卢克肖这样的球员续约的时候不就无法享受到 AFC 的服务了吗？那这位朋友多虑了，在高薪续约这方面，卢克肖已经达到了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境界。所谓一粒降十会，有时候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法。更多关于卢克肖续约的秘密，欢迎参看胖叔的前一个视频。有朋友还会问了，如今利物浦气势如虹，队内3个大佬范戴克、萨拉赫和阿诺德合同却都迟迟没有敲定，是不是说球员都在想办法用高阶数据涨薪谈判呢？那这个胖叔不知道，但是胖叔可以推论，在高阶数据的帮助下呢，球员肯定会越来越聪明，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而且这个思路不仅球员该用，俱乐部更该用。这方面最明显的进步呢，我们不能看大俱乐部，要看小俱乐部。大俱乐部的逻辑很直白，比如巴萨签金多安，皇马签姆巴佩，那换我们去，我们也这么操作。但是小俱乐部的筹码少，就更需要打开思路，积极创新。比如维拉当初破了自己的薪金空间，签下了迪莱曼斯，或者是佛罗门萨启用了已经失业1年无人问津的德赫亚。
你说这要是球探团队看了几场录像，就说哎就他了，他合适啊，再贵也得签啊，那我是绝对不信的。归根结底，随着高阶数据模型的普及，用金融界的行话来说，市场会更效率。那金融市场不是一诞生就有效率的，在巴菲特老师刚出道的时候，因为信息差而产生的套利机会比比皆是。此时的足球市场就像彼时的金融市场，那些更早利用高阶数据的球员和俱乐部必定能够快人一步，而那些还在用传统思维经营的俱乐部必然会不断上当。那更多关于高阶数据在俱乐部的应用呢，今天就不展开了，再聊下去就要来不及学外语了。那希望大家给胖叔点赞，期待胖叔的下期视频。有朋友会说，你怎么又教日语啊？你还没被制裁够吗？你不怕 B 站吞你的弹幕，吞你的评论吗？说实话，怕。那上个视频被吞了几百条留言弹幕， B 站这算是制裁到我的心窝上了。无论是和胖叔讨论高阶数据的，还是跟我闲扯淡的，我都看不到，很心疼。那胖叔后台甚至还有一个好心的超100万级的 UP 主，告诉胖叔，你只要别教日语，很快就能做到50万粉。朋友们，胖叔把自己阉割了，的确有可能进宫啊，见到皇后娘娘。但问题是那时候的我已经不再是我了，即便见到个娘娘又能怎么样呢？那谢谢各位的建议，但是我有我的人道，背后中箭的家伙是当不了大剑豪的。那有朋友会说，你漫画看多了吧？你是想当大剑豪，还是想被 B 站炒鱿鱼啊？这个朋友就问得好，炒鱿鱼用日语怎么说呢？那话说一次，女上司小南和男职员出差在外，错过电车，酒店房间也只剩下了一个。那这都已经是常规操作了。小时候我看漫画也是，不知道日本的酒店为什么老是只剩一间。有在日本的朋友反映一下，在日本开酒店这么赚钱吗？那3杯酒下肚，氛围就微妙了起来。小南笑地说，我注意你很久了，因为你的西服裤子下面总是鼓胀胀的。男职员就局促不安地说，部长，你是不是喝多了？那小南就眼波流转地说，教练，我想打篮球。男职员就说，部长，我们都有家人啊。小南就似笑非笑地说，你会顶嘴了，你什么时候这么了不起了？苦逼你哪里太？苦逼你哪里太？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想被炒鱿鱼吗？苦逼是脖子啊，日语写作手，就是我们中文手机的那个手。日语里用苦逼代表炒鱿鱼，意思就是丢工作就跟割脖子、人头落地的意思是一样的。那我们中文里也有一种说法，说丢掉了自己的乌纱帽，所以用头或者帽子指代工作，那大家应该都很好理解。而割脖子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本周四对博德闪耀，霍伦在打入精彩的一球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庆祝动作。那这个动作在西方人看了都是致敬决斗士的电影，就是 Gladiator。但是胖叔频道的观众呢就知道，霍伦是用苦逼致敬了被炒鱿鱼在家很苦逼的滕哈格教练。那让我们回到比赛啊，小南教练的比赛呢，一向以控球著称，比赛强度很大。每次这个球员控不住球，小南就会说苦逼，那球员就会连忙集中精神上强度。战不3合，球员实在控不住球了，想要一脚射门结束这次进攻，小南就似笑非笑地说，你想要射门还是想要苦逼？那队员慌忙地说，射门了就要苦逼吗？我不要苦逼。于是又投入到了比赛当中。小南就缓缓地笑道，你是傻瓜吗？我问你想要射门还是想要苦逼？答案当然是想要射门啊。你还真别说，胖叔被这个精彩的逻辑小设计给逗笑了。不得不佩服小南老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要点啊。第一，出差之前一定要先订好酒店，免得没房间。第二，不要用苦逼去威胁你的下属，这属于职场霸凌，绝不提倡。第三，大家以后买西服裤子记得买小1号。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课代表留一下番号。现在胖叔可以回答前面朋友的问题了。你想当大剑豪，还是想被 B 站苦逼？我想当大剑豪，我要变强，我要3上自由。那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希望喜欢胖叔视频的朋友给我点赞关注，一键3连，我们下次见。